早春的树林里，一位10几岁的红发姑娘正在一边劳作一边读诗。她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想象着那位夏洛特姑娘的悲惨命运，眼里闪着光。可是，一声喊叫将她拉回了现实世界。她叫安妮，从小父母双亡，在孤儿院长大。虽然她活泼健谈，充满想象力，但被收养后却变成了女佣。在这个家庭里，她要照顾3对双胞胎，小小的身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没有想象为伴，没有镜中朋友凯蒂可倾诉，安妮早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在收养家庭的男主人去世后，安妮又被送回了孤儿院。她每天郁郁寡欢，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一块葬满了希望的墓地。直到这天，她被选中去往爱德华王子岛的一个收养家庭，安妮的人生改变了。安妮拿着自己的旧箱子，带着少得可怜的行李，在火车站不安地等待。她的收养家庭是一对兄妹，哥哥马修沉默寡言，害怕跟女性接触，妹妹玛瑞拉古板严肃。他俩本来在期待一个男孩，但传话人却搞错了。所以当马修看到安妮时，他不知如何是好。但兴奋的安妮表示，如果等不到马修，夜晚就会睡在月光下的樱桃树上。那种生命的热情和眼里的光彩打动了马修，他决定把安妮带回家。回家的路上，马修满怀心事，沉默不语，而安妮却感觉如在梦里，一切美好的不真实。她一路侃侃而谈，对自己的红头发和小雀斑发表意见，赞叹路边的美景。经过一个开满苹果花的道路时，安妮被这种美深深震撼，为其起名为喜悦的洁白之路。她强烈地爱着自然，爱着生命，这种活力感染了马修。等马车驶入绿山墙的时候，安妮上下打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正如她所担心的那样，自己终究在做梦。俩兄妹想要的是一个男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安妮的眼睛暗淡下来，心都要碎了。她以为自己又要被送回孤儿院，却不知布鲁特太太家正需要她去帮忙照顾孩子。但看到尖酸刻薄的布鲁特太太时，玛瑞拉改变了心意。善良的她将安妮带回了家，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抚育她。自此，安妮得到了解放，她的天性也显露出来。虽然她聪明又可爱，但倔强敏感、冒失冲动的性格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事儿。首先，第一件就是爱八卦的林德太太说安妮太瘦弱，头发像胡萝卜时，安妮怒火中烧，立马回怼了过去。倔强的她不肯道歉，在马修的安慰下，玛瑞拉的教导下，她才认识到要注意言辞，学会忍耐，决定去道歉。真诚的道歉换来了原谅，也换来了参加野餐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可在此之前，她又惹了第2件麻烦事儿。玛瑞拉珍贵的钻石胸针不见了，而安妮是最后一个碰她的人。虽然她没有拿胸针，但为了参加野餐会，她还是发挥想象力，编造了一番说辞，直接引起玛瑞拉暴怒，要把她送走。后来玛瑞拉找到了胸针，发现是一场误会，也给安妮道了歉。恢复清白的安妮终于可以参加梦想的野餐会了。她认识了美丽的黑发的戴安娜，两人成了挚友。她第一次尝到了冰淇淋，还参加了2人3足游戏。她见到了吉尔伯特，一个英俊的男孩，还认识了许多人，包括一心恋着女学生的老师菲利普，带出风头的乔西等。而学校生活也开始了。安妮如愿与戴安娜成了同桌，但却在第1天就惹了大麻烦。
吉尔伯特为了引起安妮的注意，故意喊她胡萝卜，扯她的麻花辫，这一下子激怒了安妮。他将写字用的石板狠狠砸在了吉尔伯特的头上，两人的爱恨情仇就此开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为了赶走讨厌的红头发，安妮听信了街头小贩的话，认为染发剂能将头发染成黑色，结果实验结束，搞出了一个绿红色的怪头发，让她苦不堪言，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了代价。但否极泰来，玛瑞拉没有太责怪他，而且决定让他留在绿山墙了。安妮的喜悦无以言表。秋去冬来，新的春天又来临，安妮开始崭露头角。她在学校成绩很好，仅次于第一名的吉尔伯特。少女还是不能原谅这个捉弄她的少年，但她跟戴安娜的感情很好，两个少女在爱德华王子岛的美景中一起成长。而少年却增加了烦恼。好景不长，不安分的安妮又迎来了新麻烦。在乔西的激将下，好胜的安妮决定爬上莫德家的厨房屋顶，在横梁上走一遭。不出意外的，安妮从屋顶摔了下来，扭伤了脚踝。但倔强的她拒绝了吉尔伯特再他一程的好意，由戴安娜搀扶着，一瘸一拐地走路回家。在这里，她吃到了自己丰富想象力的苦头。在抄近路穿过他们想象的闹鬼的森林时，他俩被想象中的鬼怪们吓得半死。安妮在一声惊呼后掉进了枯井，扭伤了另一个脚踝，在等待救援时被吓晕了过去。从此以后，安妮学会了善用自己的想象力。当安妮学着像一个女主人般邀请戴安娜来自己家下午茶时，新的事故出现了。在准备饮料时，安妮错将玛瑞拉交代的树莓甜果汁拿成了葡萄酒，而戴安娜以为这是自己最爱的果汁，越喝越上头，直接喝掉了近1瓶。踉踉跄跄地回到家，口吐酒气，开始呕吐。戴安娜母亲看着醉酒的女儿，盛怒之下禁止女儿再与安妮来往。没有好朋友的日子是孤单的，幸好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斯黛西小姐。她优雅睿智，鼓励大家勇敢提问，发挥想象。安妮的眼里闪出光彩。在不喜欢的几何课上读小说的安妮被斯黛西老师抓包，但老师没有责备她，只是希望她更加专注。对于她的友情烦恼，斯黛西老师更是鼓励她向前看，因为明天没有错误，而真相也会还她自由。但安妮沉迷想象、爱做白日梦的缺点还没改掉。在做梅子布丁时，因为忘记封住罐口，导致老鼠钻进布丁。忐忑不安的安妮偷偷将老鼠扔掉，但不敢告诉玛瑞拉真相。斯黛西老师突然来访，基于安妮的优异成绩，她询问玛瑞拉是否允许安妮参加女王学院入学考试的补习班。女王学院位于夏洛特镇，那里是爱德华王子岛的首府以及加拿大联邦的诞生地。玛瑞拉挽留斯黛西老师晚餐，在饭后甜点环节，在老师即将把布丁送入口中时，良心不安的安妮终于大声阻止，吓掉了老师的勺子。待众人得知原委后，不禁哑然失笑。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息，少女在改正错误中慢慢长大。又是白雪皑皑的季节，圣诞节近在眼前。
玛瑞拉要与几位邻居出门参加一个政治集会，但戴安娜的母亲仍然不能原谅安妮。冬夜的炉火边，安妮正与马修讨论政治、宗教、男女平权等话题，忽然被急促闯入的戴安娜打断。她的父母都不在家，而小妹妹突发喉头炎，呼吸困难，家里的女佣和她都不知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只能找自己的好朋友。安妮出乱不惊，她让马修去请医生，在药箱里拿出兔根丁，一种天然的化痰剂。以前照顾3对双胞胎的经验此时派上了用场。安妮开始救治孩子，指挥女佣烧热水，让达尔娜换衣服，给孩子不停地喂兔根丁，有条不紊，彻夜守护。她在医生赶来之前救下了孩子。自此，戴安娜母亲对安妮的看法完全改观，她热情地邀请安妮去吃晚餐。得到认可的安妮终于可以跟好朋友重续友谊，并作为尊贵的客人被邀请参加圣诞舞会，并夜宿戴安娜家的客房，圆她一个孤儿长久的梦想。为了能让安妮漂亮地去参加舞会，马修克服自己的害羞心理，硬着头皮去商店，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为她买了一件泡泡袖的浅蓝裙子。安妮穿着裙子去感谢马修，这是她梦想中的最美丽的裙子，而沉默寡言的马修将满腔的爱都给了这个女孩。圣诞节来临，2个美丽的少女第一次参加舞会，穿着最美丽的裙子，系着最优雅的发带。当戴安娜打赌吉尔伯特不会跟安妮跳舞时，好胜的安妮又被激将，鼓起勇气去邀请吉尔伯特跳舞，但却被直接无视。高傲的少年也不想被倔强的少女拿捏，两人就这样拉扯着。俩少女尽情舞蹈之后，打算做个比赛，比比谁先跑到客房的床上，却不晓得床上早就睡了一位女士，戴安娜的姑奶奶约瑟芬。睡梦中的老太太被俩少女压倒，瞬间火冒三丈，指责戴安娜没有教养，且要告诉她的父母不再资助她的音乐课。为了戴安娜的音乐课，安妮鼓起勇气去跟约瑟芬女士道歉，将所有的错揽下，并请她换位思考，体谅2个不知情的小女孩。她陈述自己的客房梦被打破，还担心自己破坏了戴安娜的音乐家之路。约瑟芬被安妮的真诚及想象夹杂的说辞打动了，她消了气，也答应资助戴安娜的音乐课，条件嘛就是安妮去她夏洛特镇的家里做客，皆大欢喜。应约瑟芬的邀请，安妮与戴安娜来到了她夏洛特镇的家里。在约瑟芬女士的豪宅里，安妮发现拥有的物质越多，好像想象力会越少，她情愿有更多的想象力。在辛苦的补习之后，安妮和吉尔伯特等人迎来了女王学院的入学考试，2个人也要在考试中一见高下。在圣诞舞会之后，安妮一直没有原谅吉尔伯特，转机出现在这一天。女孩们打算表演《夏洛特姑娘》中的伊兰。伊兰躺在船里，顺流而下，凄美的死去。众人一致决定由安妮来扮演伊兰，于是她散开头发，紧闭双眼，投入到表演中。安妮动情地诵读着诗句，沉浸在角色的情绪里，浑然不觉小船的底部开始漏水。等水进到头发时，安妮才后知后觉。在船即将沉没时，抱住了桥洞下的柱子。浑身湿透的安妮狼狈之极，
幸好这时吉尔伯特划船而来，安妮并没有像故事中的姑娘那样沉默，她等到了自己的救援。吉尔伯特救下了安妮。年轻人真诚地希望与安妮成为朋友，为年少时开的玩笑道歉，但安妮还是倔强的不肯示弱。这个敏感自傲的少女有时太过于固执。但她从吉尔伯特处得知了好消息，两人在女王学院的考试中并列第一。她的聪明才智以及优异的成绩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原来轻视她的林德太太。也许是因为思想逐渐成熟，当吉尔伯特再次示好请安妮搭乘马车时，安妮终于肯放下身段与他同车。她也坦诚了在吉尔伯特救下自己后不应该如此粗鲁无礼。两个年轻人终于冰释前嫌，开始了正常的对话。但俩人同车的场景又被八卦的林德太太看了去，马上传话给 Marilla。Marilla 如母亲一般局促不安，担心这个年轻的女孩受到伤害。在与安妮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Marilla 承担着一位严母的角色。她冰封的内心被安妮的热情和活力逐渐融化，随着安妮长大，演变成一种浓厚的亲情。虽然古板的她不善于表达感情，但举手投足间都是关爱。而马修更是扮演慈父的角色，他毫不吝啬地为安妮买各种各样漂亮的东西，对这个小姑娘满是宠溺。安妮马上要在白纱酒店的音乐会上登台朗诵，她穿上了白色的蝉翼纱裙，而马修为她准备了一条白色的珍珠项链。在白纱酒店，由于一位专业的朗诵者珠玉在前，安妮变得局促不安，她甚至打了退堂鼓，不想登台。但在主持人的邀请下，安妮硬着头皮登上了舞台，紧张的她不知所措。但在看到吉尔伯特后，不服输的她克服了自己的不适，在众人注目下开始了自己的朗诵。安妮的朗诵抑扬顿挫，声情并茂，引得了满堂喝彩，甚至被要求返场。吉尔伯特起立致以热烈的掌声，他是真心欣赏安妮，但两个年轻人却没有机会单独说话。马上到了女王学院开学的日子，马修和玛瑞拉到车站去送安妮。纵有万般不舍，长大的孩子终究要远行。两兄妹与安妮的相遇，一切都是神的美意。新的学习开始了，安妮与吉尔伯特又成了同学。安妮向约瑟芬女士表达了自己想要获得奖学金继续深造的意向。约瑟芬女士为年轻女孩的雄心感叹，也劝她为罗曼史留点空间。当安妮终于鼓起勇气想要发展自己的罗曼史时，却看到吉尔伯特与女同学一起学习，她夺路而逃，果断地将纸条撕碎。年轻人初萌生的爱意经不住一点风吹草动。暂时放弃爱情的安妮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入读大学的奖学金。海潮依旧，景色如故，安妮又回到了绿山墙，与戴安娜倾诉衷肠。得知吉尔伯特即将在当地教书，而好朋友也看穿了安妮的心思，他已经爱上了吉尔伯特，但这感情像一本没打开的书，在默默等待。安静的生活即将被打破，劳作一生的马修突发心脏病，倒在了安妮的怀里。他拯救了这个女孩的命运，从第一眼见到她就决定领养她，给了她深厚的爱与无尽的宠溺。因着她的善良与爱，安妮得以重生并茁壮成长。但一老一少也到了再见的时候。这里的死亡如此静谧安详，没有痛哭哀嚎，
只有人回归自然的平静淡然。因思念马修，安妮深夜痛哭。玛瑞拉在安慰她的同时，也不禁悲从中来，难得地表达了自己对安妮的关爱。虽然他是一位严格的抚育者，但他对安妮的爱并不比马修少半分。兄妹俩如慈父严母似的言传身教，使从小失去父母的安妮获得了完整的爱。失去马修的安妮瞬间成长起来，如果没有大树为自己荫蔽，只能自己长成伟岸的树。她决心担起责任，暂时收起自己的雄心壮志。而玛瑞拉愁容满面，她的视力逐渐下降，家里的农活无法顾全，她在考虑卖掉绿山墙，为以后的生活寻求支持。但安妮不同意她卖掉绿山墙，这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安妮目光坚定地告诉玛瑞拉，她要放弃奖学金和攻读大学的机会，在离家较近的小镇寻求教职，方便照顾玛瑞拉和绿山墙。虽然玛瑞拉不想让安妮牺牲自己的教育机会，但像她一样固执的安妮又怎会轻易改变主意？但玛瑞拉还是奉劝安妮，不要像年轻时的自己一般，因为固执己见不肯妥协，而错失了美好的爱情。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一定会原谅那个跟自己吵架的少年。安妮听了似有所悟，所以当她看到吉尔伯特骑马朝自己走来时，她释然地笑了。吉尔伯特递给她一封信，是董事会同意安妮在当地学校任教的决定，而他本人则会去附近的小镇就职。在吉尔伯特的真情面前，安妮诚挚地表达了谢意。夕阳下，吉尔伯特又提到了当初的玩笑胡萝卜，而两个年轻人的面庞在余晖里熠熠闪光。未来的路还很长，但他们可以并肩奋斗。绿山墙的安妮又名清秀佳人，上映于1985年，是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与苏利文制播的3部家庭影片中的第一部。影片改编自加拿大作家 Lucy 蒙哥马利于1908年发表的儿童小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赞美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儿童形象。安妮那富有灵气的活力，对生命的感恩与知足，以及乐观积极的态度，都令人印象深刻。100年以来，小说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其中1979年日本动画公司改编的50集动画片《红发少女安妮》非常忠实于原著，由宫崎骏负责场景设计和画面构成，典雅纯净、优美浪漫，极具吉卜力动画电影风格。最近的一次改编则是 Netflix 于2017年推出的《小小安妮》系列电视剧。100年以来，安妮已成为加拿大最知名的文学形象，以一己之力拉动了整个爱德华王子岛的旅游产业。而1985年的这部田园牧歌式的电影，展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式生活方式，描绘了安妮的成长历程，呈现了这个女孩的生命力与想象力。在亲情、友情、爱情的推演中，体现出了有爱乐观的人生态度。而一帧帧如油画般的风景，沉静而美好，展现了爱德华王子岛乃至加拿大的美景，体现了加拿大文学中的浪漫。这平静的、充满诗意的生活，寄托着人们对简单幸福的渴望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隽永而令人回味。欢迎订阅浮生千影，与您共赏文学与电影。我们下期再见。